全新的 Mercedes-Benz EQE SUV 呢，从398,888块起，那分为 EQE 350 Plus Electric Art Line 跟 AMG Line。那在我旁边这个呢，就是 EQE SUV 350 Plus AMG Line， 从448,000起。再上去呢，还有一个双马达的 EQE SUV 500，那个就更加的贵。那最新的 My Mercedes Reward 价格呢，从338,888块、378,888块到395,888块，比之前便宜了非常多。所以很明显的，这个EQE 就是电动版的 E-Class， 然后这一个 EQE SUV 呢，也算是一个电动版的 Mercedes GLE。当然，我们都知道跟 BMW 的情况不同，这个 E-Class 也好，或者是 GLE 用的平台跟 EQE 跟 EQE SUV 是两个不同的平台。这个呢，就是基于纯电平台打造。那相信过去大家如果有说看过我介绍 EQS、EQS SUV 跟 EQE 的，对 EQ 这个品牌都应该不陌生，或者是说对 Mercedes-Benz 的新时代电动车。那现在 OK， 这个雨势越来越大了，我就继续的讲。影片开之前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Let's go。那 EQE SUV 的车身长度比 BMW iX 和奥迪 Q8 e-tron 长。那轴距的话，它是3030mm， 比采用相同平台的 EQS SUV 短了很多。EQA SUV 是3210个 mm。那虽然轴距有3000个 mm， 但是因为这个是高配的 EQE SUV， 所以它也搭配了 Rear Axle Steering 后轴转向系统，还有空气悬挂系统，再搭配这个20寸的 AMG 5-spoke 轮圈。然后你看它的样式就知道它是一个能够去增加续航里程，加强这个风阻系数等等的一个轮圈。虽然它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好看，比较没有那么 sporty， 不过我们知道电动车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风阻系数还有它的 EV range， 整体高速行驶起来的时候它够不够稳，够不够安静。然后我们来看它这个用了一样是隐藏式的车门手把，然后窗口是不是？是的，它是 acoustic glass 双层玻璃，这边给你一个 side step， 但是它没有那个叫什么一时间想不起来那个叫什么，它没有那个叫 roof rail 车顶架 ，OK， 所以你没有东西抓这样子了Right， 贯穿式 LED 车尾灯呢，已经是 Mercedes-Benz 电动车的 uniform Mercedes-Benz 新能源车的一个制服，从 EQA、EQB、EQC、EQE、EQS 再到 EQE SUV、EQS SUV， 甚至是 Smart 的 #1 跟 #3， 都是采用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就是 Mercedes-Benz 用来定义电动车应该要有的样子，所以 EQE SUV 当然也不例外。那我个人觉得它比 EQS SUV 看起来比较好看，至少它不会太过 bulky 太过大量，它还是讲求一点线条。然后这个是 AMG Line 嘛，所以下面就有这种相对比较运动化的外观造型 EQE 350 Plus 的这个 badge， 但它这边就不会给你 SUV 的名牌。再来这边也是没有什么东西啦 ，OK。然后我觉得这个车尾造型就真的是非常的豪华，非常的 Mercedes-Benz， 但是来到2025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车尾设计已经不是豪华车的专利，很多新能源电动车或者说新品牌都能够给到你这样子的一个 look，but Mercedes being Mercedes-Benz， 它还是一台 Mercedes-Benz。那这一台马来西亚版本的 EQE 350 Plus SUV AMG Line 并没有采用 Mercedes-Benz 的镇店之宝 Hyper Screen 那个 IMAX 3D 超大宽屏，而是用了一个相对比较常见的中央Portrait Screen。我们从 C-Class 看到 EQE 也有这样子的东西，还有一个电子仪表板。搭配 MBUX 的系统，有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那因为这个已经是448,888块的版本，所以有3个记忆座椅、通风椅，然后还有这个 Burmester 音响，还有这边有红色缝线这种好像麂皮的材质。然后这个座椅也算是一个 Sport Seat， 毕竟还是高配嘛。然后我觉得比较有特别的就是它的整个中控台这边就用了大面积的这个
Mercedes-Benz logo 的面板啊，繁星点点。那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子 OK 很好看很高级，但有些人又会觉得会不会 too much 啊，太多了。所以你觉得这个面板你的看法是什么？还是你觉得木纹的会比较优雅一点？But overall 我觉得这一代的 Mercedes 就是褒贬不一啊，这个设计怎么讲你很难分辨这个是哪一辆 Mercedes-Benz 你懂吗？大家都讲好听就是家族设计，讲不好听就是好像少了一点个性化的差异这样子啦。Of course 你讲的豪华嘛，那肯定是比之前的 Mercedes-Benz 看起来更多 screen 更豪华，但是它就少了一点 physical 的东西 ，physical 的 button、physical 的钟表等等啦。我觉得这个是要看接下来 Mercedes-Benz 会怎样子去修正或者说去改善这个东西这样子。车身离地间隙 OK 蛮高的，所以这样子上车不是太难。那 EQS SUV 跟 EQE SUV 最大的不同是 EQS SUV 后面是多了一排座椅，它有3排，那这个就是2+3的典型5人座格局。然后因为这个是AMG Line 嘛，所以它有全景式的玻璃车顶。然后坐在这边的话，腿部空间是够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E Class 一个 GLE， 不 GLE 是 7C 车啦。But overall 因为地板是平的，但是因为电动车地板又比较高，然后它就没有那种很 fancy。之前我第一次介绍 EQS 的时候有那个 screen， 这个就没有，但是冷气面板就非常非常的高级，所以这个 Air Vent 啊比 Malaysia 卖的那个 E350E 还要好看很多。你看这个就是一个 proper 的 Air Vent 啊，可以不可以60-40？可以，它是一个 SUV。So 然后后面还有2个 speaker， 因为这台车子是一个有 Burmester 高级音响系统的版本 ，right？ 我觉得是 OK 啦，轴距都3000mm 了，对不对？那距离我第一次介绍 Mercedes-Benz EQS 的时候，已经过了好一段时间。那我希望我现在在介绍 Mercedes-Benz 电动车，或者我在介绍 EV 的时候，我可以进入 Stage 2了，不需要停留在以前只是照本宣科啦，说它的电池大小多大等等，而是站在一个用户的角度来想，这个 Mercedes-Benz 的 EQE。它到底用户们最关心的东西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它会不会晕车 ，right？ 因为这个车子虽然没有像 EQS 这样子2800多公斤，它只是2500多公斤，但是因为你可以去调整它的 recuperation， 有 strong recuperation、normal recuperation 跟 no recuperation， 所以在 no recuperation 的时候是最不容易晕车的模式，就是系统不会强制去 regen， 算是跟油车比较接近。但问题就是因为车子真的很高很重，所以你每次会觉得车子不听使唤它不要停下来，所以到最后你还是会跑回去 normal recuperation。但好就好在它不是一个动力强劲，它不是一个4轮驱动的 Mercedes-Benz 电动车，因为4轮驱动它会加大那个晕车，它会加大那个 G-force，驾驶者是一个很好的感觉，但是对乘客可能不是这么友善，因为它这台车子是只用了 rear motor 后马达，它的后马达能够提供292 PS 跟565 Nm， 所以565 Nm 放在后轮算是非常的强大。0到100的话 6.7 秒，那 6.7 秒真的就是可以忽略不计啦，甚至可以不用看它，因为真的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6点多秒，现在市场上要找到电动 SUV 在5秒快过5秒的都不难找，但这不是 point， that's not the point。 The point is 这是一台Mercedes-Benz 的电动车，然后它具备了22 kW AC 慢充的这个优势，因为很多电动车都只给你11 kW 的 AC， 所以22 kW AC 就能够让它从10到80% 需要4个小时45分钟。那再来快充的话是170 kW DC 左右 ，normally 就是30% 给你到80%， I mean 30分钟到80% 左右。这个快充我觉得就是中规中矩啦，毕竟它是400V 平台，不是800V 平台。我觉得它会比 EQS SUV 好价，它也比 EQC 来的完整，因为 EQC 是一个不上不下的 product 啦，也是我相信也是很多人的第一台 Mercedes-Benz 电动车，甚至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台电动车。那电动车作为一个电动车加速，几乎所有电动车只要是提供 rear wheel drive 后马达的，它都会比这个那么4个马达的4轮驱动版本还要来的好价， EQE SUV 也不例外。
再来，虽然它的轴距呢是3000个 mm， 你知道3000个 mm 啊，已经是 Kia Carnival、Toyota Alphard、Wildfire 那种轴距了。但是它驾驶起来非常的灵活，因为 Mercedes-Benz Malaysia 就为它配上了 Rear Axle Steering 后轴转向系统，让到你在驾一个3000mm 轴距的 SUV， 好像在驾着一个 C segment SUV 这样子吧，非常的灵活。然后当你做 U-turn， 当你在 car park 转的时候，而且它的整个坐姿的呢，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比较对的，比较容易去拿捏操控。重肯定是重。bulky 肯定是 bulky， 不过确实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最舒服的 Mercedes-Benz 电动车 I mean Mercedes-Benz 的 eSUV。你可以去选择这个 Sound Experience， 不是每一个品牌的电动车都有给你。打开这边，我们进入这个，刚才是纯电动声音啦，没有声音，现在是 Vivid Flux， 仿真 Silver Wave， 这样子好像叫做宇宙穿梭，叫做太空船、太空宇宙飞行这样子的一种概念，这种声音声浪。你在 EQE 或者你在 EQS 的时候，你会尝试去扫些 corner， 可是当你来到一个这么舒服、拥有 Airmatic 空气悬挂系统的一台电动车，你所有的动作都会变得更加的缓慢、更加的优雅、更加的从容、更加的淡定。你就不想去拉，你就不想去 push， 你就不想去赶时间，你只是想安安稳稳、舒舒服服的到目的地。那 EQE SUV 能不能够给到你？我觉得它是尽量的在给你了。所以 when I say 尽量，不代表它是你知道吗？做到最好，做到满分。在 BMW iX 进来马来西亚市场的时候 ，Mercedes 并没有对应的车型，所以 iX 在头1年、头2年的时候可以卖1000辆、卖2000辆，因为大家找不到 alternative 啊，找不到一个从可能从 X5、从 GLE 或者从 GLC 上来的一个车款。那 iX 呢就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选择。那现在 EQE SUV 呢，照理来讲它是对 iX 的啦，但是因为整体上 iX 跟 EQE SUV 这样子的车型的销量已经不如2年前这么来的 popular， 那些是 early adopter， 所以一样的驾驶模式在这边调整，我们去 Sport Mode， 然后当我们去到 Sport Mode 之后，你看就是很分心，然后我要去 Setting Sound Experience Vivid Flux We Say Go， 哇！直接 spin。 As you can see， 现在是刚刚下完雨，路面是非常的滑，所以你不会想要在刚刚下完雨过后开一个 2.5 吨有565牛车米的后马达的一台电动车在 Sport Mode 底下踩电去给它什么，你不会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啦。I mean， 我试车我要试给你看，加速。所以讲到它的电池的话，它是 90.56 kWh。那这个电池的 size 呢，在这个轴距的电动车不算大 ，OK， 因为3000mAh已经可以 carry 110 kWh，或者 carry 120 kWh 都有可能的。但是你 compare to 市场上比较畅销的Model Y。BYD Lion 或者是小鹏 G6 都在78 kWh 到87 kWh 左右，所以这个90算是中等 size 啊，它不是像 EQS SUV 这么大。所以官方的这个 official 的WLTP 标准是550公里以上，接近600公里啦。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它 claim 的，它 claim 的通常是不开冷气的 claim， 它 claim 的通常是驾很慢的 claim， 它 claim 的绝对不是用马来西亚人习惯的开车方式，冷气全部16度 full blast， 然后在 highway 上面想加多快就加多快，它用的绝对不是这个标准。所以他跟你讲可以走500-600，2年前你可能会相信，现在呢你会直接用 battery size 来乘以多少公里，也就是说1个 kWh 能够走多少公里。那在我试电动车的经验里面，最劲的啦，我们讲 SUV 不要讲电动 sedan， 电动 hatchback 最劲的啦，1个 kWh 能够做到6公里以上，已经算是顶呱呱，不能再好了 ，top 了。因为电动车啊，它的这个风阻系数，这台车在 0.25 多，那这个sedan 或者说更矮一点的电动车就可以做到 0.219 啦、0.2啦、0.22这样子啦。但
0.25已经是电动 SUV 的一个极限。像我刚才来的时候呢，我就刻意加80 km/h 在 LDB， 我就也不可以说是慢慢驾，我就跟着大家的时速这样子驾，我可以做到的是1个 kWh 大概在5公里左右。所以1个 kWh 5公里，我们拿它90 kWh 来乘以5，5945，所以450 km 比较可能是你会拿得到的这个真实数据 ，OK？ 呀，也当然这个因人而异，有些人真的是驾很慢，有些人真的就是定速巡航，有些人真的是很善于去利用这个 region， 不一定的 ，OK？ 不一定的。那再来还有一个漏洞，就是很多车厂他们在测试这个 WLTP 的时候，都会用比较小的 rim 去测试。Let's say， 18寸跟19寸可能差一个50公里，那18寸跟20公里可能会差一个70-80公里。以这台车子是20寸，你把它当成是一个400多，然后你再扣掉20%，因为它只可以建议充到80%，所以plus minus 的话，你能够用到的，我相信也大概是在300公里左右啦。就是你从你从80用一个300公里，然后就到20，然后你就要去充电了，这个才是一个真正比较负责任的讲法，一个大家比较能够用得到的。所以高速行驶的话，因为像我前面讲的，它用了 acoustic glass 双层玻璃，所以豪华车100%的豪华车水准。我讲这个是因为不是每一台 Mercedes-Benz 都是100%的 Mercedes-Benz，right？ 因为利润的关系，在很多车型，哪怕你买到高配版的，都很多东西会拿掉。但这个车子虽然它没有 Hyperscreen把那个东西是多余的啦。I'm so sorry to say that， but 我觉得这样子已经够好了。只要你有 Acoustic Glass， 你有 Bose 音响，悬挂系统 OK， 舒服，后面的空间够大，可以载够多东西，所以论 size 来讲，它大过 iX， 它大过 Audi Q8 e-tron， 它就驾驶来讲真的差别不大，因为你知道吗 ？Mercedes 以前有 Nitronic，BMW 有这个 Jack F 的8速变速箱，那奥迪有自己的这个变速箱，可是电动车，that's it， 就是加速0到100 6.7秒，加速快。你可以各到你要各到的车，任何一辆，马上，随时 ，anytime， click， boom， pop， 就是这样。那我们都知道 Mercedes-Benz EQE SUV 的主要对手是 BMW iX 跟 Audi Q8 e-tron， 但是跟 X5 GLE Q8 的情况不同的是，这3款车子它们的来到市场的先后顺序都算是错开，所以在马来西亚人家已经买了 BMW iX 好一段时间 ，EQE SUV 才来。然后他们各自的有的是纯电平台，有的是油改电平台等等，所以整个配套上面都很难1比1的去对比。再加上现在电动车来讲，又有很多的品牌在竞争，更便宜，可以给到你更好的续航力等等都有。所以这个 EQE SUV 从不确定是美国还是中国，应该是美国 CBU 整装进口，所以它从这个398,888块到485,888块，那现在已经是从338,888块到395,888块。它是这3款里面最新的，当然是最好的吗？不一定，它是最好的一个配套吗？这个就因人而异啦，这个见仁见智，看大家的想法是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是 Mercedes-Benz 旗下最好最完整的一个电动 SUV。因为 EQA、EQB 跟 EQC 都算是一个半成品，有改电平台，然后 EQS SUV 又太贵太重。Control 上面，我觉得 EQE SUV 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它可以去替代你的 GLC， 不管你是混合动力的 GLC 还是纯汽油的 GLC， 这个 EQE SUV 它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你没有选择了，你要买一个成熟的 Mercedes-Benz 电动 SUV 产品。EQE SUV 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所以欢迎留言告诉我你对 Mercedes-Benz EQE SUV 的想法的看法是什么？你会不会去追求这辆车？你会把它当成是一个 dream car？ 因为据我所知，有不少人都把 GLC Coupe 或者是 GLE Coupe 当成是他们的 dream car。那它这个车尾造型，它虽然不算是一个 Coupe，它不算是奥迪的 Sportback， 但它确实已经可以给到你那种 dream car 造型的车尾。所以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follow Instagram 看，我是戴主义，我们下一集影片见。